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一首歌一出来，你不是先听到声音，而是先看到一个画面，有颜色，有光，甚至有温度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幻想，而是你的大脑正在用它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呢？我想先邀请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小练习，不用回答出来，在心里想就好。有没有哪一首歌，你一听就会想起某个画面、某个人，或者某一段光？很有趣的是，如果现在请你身边的另一个人也来想同一首歌，他脑中浮现的画面几乎一定不一样。这不是记忆力的差别，也不是谁比较感性，谁比较理性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感知世界。所以声音跟光其实没有那么不同，不同的从来不是外面的刺激，而是我们怎么接住它。世界也没有一种标准的颜色，它只是透过你成为你的样子。其实这样的经验不只是感觉或比喻，联觉共感 Synesthesia 是神经科学研究了很久的一种现象。研究发现，有些人的大脑在处理讯息时，不同感官区域之间的连线特别活跃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听声音主要是听觉区在工作，但有联觉共感的人，在听到声音的同时，视觉区、情绪区，甚至空间感知的区域会一起被启动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声音不是只有听到，而是会被看到、被感觉到，有时甚至像是整个人被那个声音包围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科学家发现，联觉共感不是幻想，也不是后天随意的联想，它是稳定的、一致的，而且可以被重复验证的。同一个人隔了10年再听到同一个声音，脑中浮现的颜色或感觉往往仍然非常接近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不是乱连结，而是一种大脑本来就存在的转译方式。甚至还有研究指出，婴儿在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更接近联觉状态，只是随着长大，我们慢慢被教会一件事，这是声音，那是颜色，不要混在一起。于是大多数人的感知开始分工、分区、分类，世界变得很清楚，但也变得比较窄。而有些人不是因为特别，而是因为他们内在的那套转译系统没有完全被关起来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把科学的发现放回赛斯谈的那个概念，精神性酵素 mental enzymes， 事情就会突然变得非常清楚。赛斯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精神性酵素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内在的转译器。同一个意识场，同一个能量振动，经过不同人的精神性酵素，就会被翻译成不同的经验。有人把它转成声音，有人转成画面，有人转成情绪，有人转成一种我说不上来，但我知道我懂了。所以联觉共感不是什么神奇能力，也不是谁比较进化，它只是很诚实地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感知本身就是一种创造。你怎么感知，世界就怎么成型。你不是活在世界本来的样子里，你活在经过你精神性酵素转译之后的世界里。所以，如果你曾经觉得，为什么我看到的世界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我想温柔地跟你说，那不是你奇怪，而是你正在用你自己的方式读取这个宇宙。而这个宇宙其实一直都在发生，一直都在发光，它只是知道你会用你专属的感知方式听见它、看见它、理解它。